周启瑞。你以为把我弄走了，就不会有人想起你的总医师位置是怎么得来的吗？你把我整死了，就会有人瞧得起你吗？你说什么？我说你是因为自卑引起的不安，没有能力就知道铲除异己。如果你今天真的有本事的话，多开几双刀，让我好好佩服佩服你。我不想再忍了。叶灵说的对，对你这种人忍让，就只会让你得寸进尺。我早就该让你知道，我不是一个好欺负的人。哦，讲了半天是在懊悔没学我潘高枝啊！你胡说八道什么呀？原来他不是这种人。他心知肚明，刚才我可全看见了，他对杨家大小姐那种既爱慕又哀怨的眼神。哼，哎呀，可惜呀，戏演给瞎子瞧，白费心思了。人家就算瞎了，也会有人疼有人爱，不要你这个穷小子！就是，我不是，我跟你不一样。好，打得好，单凭这一点，我就能让你离开医院。走着瞧！不要拉我！不要劝我去跟他道歉，永远办不到。张董事长，我记得没多久前我们才见过面，怎么这么快又请我来喝红酒了？叶先生，您真是太客气了。我们马上就要成为亲家了，经常的进行一些感情沟通，还是应该的嘛。可是我的岳父迟迟不肯松口啊，这两家要联姻，恐怕不是这么简单的事儿。所以，这也是我今天特意请你来的原因，希望您能够帮我美言几句。叶先生，最近我在商场上经常听到你的名字啊。张董事长，您这句话什么意思？叶先生，您别误会，我早就听说你是一个有能力的人，只是被埋没了几年。现在好不容易得到了杨董事长的重用，期待我们有所作为啊！都这把年纪了，还谈什么作为呢？我只希望啊，能替我的岳父分忧解劳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您说是吧？叶先生，您真是太客气了。我们都是做父亲的人了，这一切辛苦都是为了孩子嘛。如果我们真的成了亲家，叶先生以后有什么困难，尽管找我开口，我一定竭尽所能，助叶先生大展宏图。来，张董事长，您的好意我心领了。希望能够早日听到你们的好消息啊！没问题，再会。再会。张建军，你真以为我这么好哄骗啊？随便用个饵，就想要我同意把小玲嫁去你家？休想！是回公司还是回家？好的。这些年，我受了多少的窝囊气？
本以为没希望讨回来了，没想到居然让我等到了机会。我会笨到被你这3言2语给哄住，放你们父子进来鲸吞蚕食吗？即使将来都是我孩子的，也必须是从我叶平涛的手中给，而不是杨家。这是高秘书要我带回来资料，请您过目。还有事儿吗？哎，刚刚张董事长约我出去碰面了。谭小林的婚事。是啊，他还希望我能在爸的面前帮他美言几句。这也无可厚非。但问题是，他居然跟我说，只要我愿意帮忙，让小林嫁进他们张家，将来在工作上他会帮助我大展宏图。他真是用了心思了，无所不用其极到这种地步了。爸，我就是担心啊，将来有什么风言风语传进你的耳里，让您误会了，所以赶紧跟您说一声。我也知道小林喜欢贺凡，如果真要是什么好人家，我这个当父亲的不会有任何的意见。可是这对父子实在太有心机了，我担心啊，小林嫁过去，最后会害苦了他，也替我们这个家引来祸端。所以，我想了想，爸，这桩婚事儿还是不要了吧。啊，你放心吧，我知道怎么办了。哦，是，那我先出去了。是你啊！我可是听你的话，来这里观察我喜欢的对象，看他喜欢什么类型的女孩子。那去找我们特助呗，你找我干嘛？哎呦，来找你当然是有原因的。哎，自从上次你那番话之后，我回去研究了一下，为什么我明明比于飞优秀，可是宇阳哥就是喜欢他，不喜欢我呢？除了你说的投其所好之外呢，还有一点也很重要。近水楼台先得月。那所以你要怎么样？所以呢，我要接近贺凡哥，天天跟在他的身边，让他爱上我。我跟你说啊，不是我打击你，就你这么纠缠他，不出2天他就烦死了。这个我知道，宇阳哥的事情我还谨记在心呢。所以，我做了一个重大的决定。来这里上班，这么一来，我就可以天天跟在贺凡哥身边，一点也不奇怪啦。那个，怎样，不好吗？这不是不好，我真的很佩服你这种创意和勇气。可是，我想告诉你，据我所知，好像我们卖场不招人了。哎呀，这点小意思，我已经花钱请人介绍我进来上班了。啊！一进来我就知道我决定是正确的啊！对了，昨天我去报道的时候，他们给了我这张上班须知，我才发现原来贺凡哥不喜欢女孩子浓妆艳抹的，就连耳环的款式都是小小的。所以刚才我去逛街买了这个，怎么样？好不好看？你这也太夸张了吧！哎，对了，还有，你们这个制服质量太差了吧？我已经寄去巴黎，请人家重新定做了。我说你不会吧？不照你这么搞，那领班不会同意的。关他什么事啊？穿在我身上的衣服也要经过他同意吗？他确定自己没有生病吗？
知道你迟到了多久吗？4个半小时。你8、9、10、11、12，确实4个半小时啊！我算术没有那么差吧？你迟到了还理直气壮的。好，今天工资你不要领了。今天，拜托，这个月不领我都没有关系，反正我也不是为了钱来的。刘小辉，我告诉你，咱们公司是有规定的，1个月迟到3次是要被开除的。你别以为你上面有人，照样。哼，准时就准时嘛，有什么了不起的？敢在我刘小慧面前鼻孔朝天，哼，让你明天吓得说不出话来。哎，你医生怎么当的？居然这么没有耐心！你看，我爸的手都受伤了。要不你想怎么样？不高兴你投诉我呀！你什么态度啊？你以为我不敢呢？我告诉你，我告你们医院去，让你下岗，你知道吗？这2天总是这样，刚刚病患家属还气得要投诉他呢。这怎么能行呢？在这节骨眼上，如果再发生事情的话，那工作真的就不保了。护士长，麻烦你帮我跟家属求求情吧。这个你放心，我刚刚已经说过了，对方也表示不再追究了。但是这样下去真的不是解决的办法呀。我知道，我会去找周启瑞求情的，让他饶了宇阳。周启瑞这个人啊，贪婪成性，怕是说了也没什么办法呀。只要可以帮得上宇阳，我都要试一下。也是，不过你要记住，你要去见他，千万别空着手啊。谢谢护士长，宇阳的事情，麻烦你多费心了。特助，对不起啊，我刚刚是因为有一点急事。你放心，我会请领班扣我薪水的。我先去忙了。等一下，我有话要跟你说。上次你掉了张设计图在这儿，被我捡到。难怪我找了半天都找不着，吓死我了！我还以为掉在家里了呢。那，请特助把它还给我吧。恐怕不行，我已经把它交给我一位设计师的朋友，他看了之后很喜欢，只夸你设计的好，希望你可以去他那儿上班。你朋友在哪里？我要去把我的设计稿拿回来。雨霏，不要拒绝这份工作，只要你肯努力，我相信你一定能够在这上面发光发亮的。我不需要发光发亮，我只要普普通通过一辈子就好了。你的朋友告诉我在哪里，我要把我的设计稿拿回来。来不及了，他已经帮你寄去参加比赛了。我有没有拜托过你？你干嘛自作主张嘛？啊！为什么一提到鞋子设计的事，他就紧张，甚至是害怕？这中间是不是隐藏了什么？莫名其妙，我又没有说过我要去参加比赛，凭什么把我报名啊？万一让我妈知道了，肯定又要怪生气了。啊，不要想那么多了，应该会没事的。先处理宇阳的事情要紧。贺凡，你带我来的这是什么地方啊？这是我小时候待过的孤儿院。我是在6岁的时候被我爸领养的，所以我对这儿还蛮有印象的。从我从瑞士回来之后，也经常过来这里。以前在这儿的时候，只要有糖吃，我就会开心老半天。这种单纯的快乐，现在似乎都感觉不到了。怎么突然说这些呢？之前没有听你提起过啊。
们将来会是夫妻。我想要告诉你属于我的一切。各位小朋友，这位姐姐她钢琴弹得非常的好，我们请她为我们弹奏一曲，好不好？好。赫芬，不要，我看不见。你知道 Stevie Wonder 吗？他是个盲人，但他的琴艺和他的歌声给这个世界带来美好。我相信你也可以的。更何况，这些小朋友那么开心，你舍得让他们失望吗？小朋友，我们鼓掌，给姐姐一点鼓励，好不好？你可以的，相信我。加油！姐姐弹得好听吗？好听。想不到，我真的做到了。叶玲，就算眼睛看不见，能够做的事情还有很多的。我相信，只要有心。人的能力是无限的，让我们一起去寻找你的兴趣，还有你想做的事，好吗？请进。周医师好。你是？啊，这是给您的一点小小礼物，请您收下。哦，我想起来你是谁了，你是夏雨阳那不起眼的女朋友吗？怎么？那天不是很大声骂我吗？现在来找我做什么？那天是我不对，希望您大人有大量，原谅我和雨阳这次吧。他要像你这么懂事不就好了？哪会闹到今天这种不可收拾的地步？好了，东西我收下了，你可以走了。您的意思是，愿意原谅雨阳了？小姐，他在护理站公然出手打人，而你却拿了盒水果悄悄来我办公室道歉，这样就想摆平了？你是觉得我笨呢，还是好欺负？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您误会了。那天雨阳出手打人是他不对，
但是希望您看在夏妈妈含辛茹苦把她养大的份上，您就饶了她这回吧。我会让宇阳亲自来跟您道歉的，拜托了。好吧，既然你都说的这么可怜了，那我就大发慈悲，给你个机会。谢谢周医师，谢谢周医师。我车脏了，去洗一洗。怎么，这么简单的要求都办不到？那我怎么相信你是有诚意的？本来我是打算让夏雨阳这么做，好出口怨气的。是因为你登门恳求我才放他一马。不要就算了，拉倒。啊，我洗。只要让周医师可以感受到我的诚意，让我做什么我都去。哎，别忘了顺便打个蜡。喂，舅舅，我现在临时有点事情回不去了，你帮我找小杰带我的班，晚上我替他上，然后工资也算他的啊，就这样，拜拜。喂，你挂的也太快了吧！不就是调个班吗？啊，还需要把自己工资搭上，这下亏大喽。找刘小慧呀，她工作也不是为了钱，我太聪明了。小慧，小慧，司机，你开快点行不行啊？我上班要迟到了。时速800。等等我来啦！哎呀，我来啦！早。刘小慧，你只剩下一次机会了。喂！可恶！我绝对不会放弃的。宝贝，跟妈说说，今天都去哪儿了？妈，我跟你说，我们今天啊特别的开心，我们去了孤儿院。而且燕玲还弹钢琴给小朋友听。真的啊？对啊。来，我妈和他们一起唱歌，他们还跳舞，特别的开心。将来等小玲有了丈夫，有了自己的孩子，也会跟我一样。人家说为母则强，就是这个道理。爸，你让她嫁了吧，也只有这样，她才能够重新振作，好好的活下去。大海蓝天，我都想冒险，下一秒就破茧，才有新誓言。1、2、3、4，跟我数一遍，对自己放电。哦，它在眼前，一点点我发现，一点点我想念，你慢慢靠近我的身边。周医师找你。我全都翻遍，就这样留在
还得意的不得了。你说这……算了，他想羞辱就让他羞辱个够，只要他能消气，宇阳就会没事儿。那你说为什么我们心脏外科每年拼死拼活干，到头来评先进总是你们拿第一？太奇了怪了，我还。周医师，你的钥匙。写好了，那就谢谢了。啊，对了，刚刚你让我帮你查的那个电话号码，不小心丢进垃圾桶了。是吗？哎呀，我看一定是让打扫卫生的阿姨收去垃圾场丢掉了。这怎么办？真是不好意思啊。我说，那个重要的电话号码丢在垃圾桶找不到了。没关系，我去找，我相信一定可以找到的。那就拜托了。你们知道他是谁？谁啊？夏雨阳的女朋友啊！真的？为了让我原谅那臭小子，硬是要帮我洗车，不答应还不行呢。你们可别说出去啊！你放心吧，要让夏雨阳知道，那他的脸可就丢大了。靠女朋友洗车来救自己，哎呦，真男人啊！周医师的垃圾全被我扔在那里，垃圾桶里。哎，你慢慢找吧。谢谢阿姨啊，你放心，我把东西找到以后呢，我会把它收拾好的。谢谢。好。真臭！这，站远点儿。对不起，我找了很久，翻遍了所有的垃圾，就是没有找到您要的那个电话号码。找什么？您不是说要找一个很重要的电话号码吗？啊，你说那个呀？我一回来就发现了，原来就在我桌上，我没留意。怎么？生气了？周医生，我只是希望您可以高抬贵手，原谅宇阳。哎呀，你都做成这样，我要再不点头，那就太不近人情了。好吧，你去叫夏雨阳过来，只要他当面跟我诚心道个歉，我会原谅他。谢谢周医生。
杨董事长，你坐吧。谢杨董事长。坦白的说，我很不喜欢你。我知道，我的个性的确不讨人喜欢，这不是最主要原因。你心里应该明白，你的那个养父在商场上声名狼藉，要把叶琳嫁到你们家去，我着实不放心。我能理解杨董事长的忧虑。的确，我父亲的一些行为很具有争议性，但商场如战场，很多时候，要不是他当机立断，我想我们远帆集团早就尸骨无存，被人啃清光了。到现在，你还为你那个养父说话，像你这种态度，我怎么会放心把小林嫁给你呢？嗯？他现在已经失去了双眼，完全没有自保能力。请您放心，我这一辈子都会当叶琳的眼睛，牢牢地守护在他身边。即使是我父亲，我也绝不让步。请杨董事长答应把叶琳嫁给我。至于您担心的问题，我现在就可以向你保证，除了合作案之外，我绝不会让我自己，甚至我父亲介入到任何杨家的事业。我怎么知道你说的这些不是敷衍之词呢？要我立下重誓，甚至白纸黑字都行，只要能够让您相信。刚才我可全看见了，他对杨家大小姐那种既爱慕又哀怨的眼神。哼，哎呀，可惜呀，一眼给瞎子瞧，白费心思了。夏医师不好了，318的病人昏迷了。好，马上过去。超过下班时间了，怎么还在这儿？临时发生了点事，我把白天的班调到现在上。这个时间都出重活，一个女孩子哪做得来？没事，我可以的。怎么了？没事。怎么会有这么深的伤口？什么时候弄到的？没事的，没关系的。你伤那么重还逞强？你这个人怎么做事都是那么冲动，不懂得保护自己？你哪只眼睛看到我冲动了？我什么时候冲动了？为什么你们每个人都说我冲动，做事不顾后果呢？我所有该忍的、不该忍的我都忍了，为什么你们都要对我那么凶？我又不是生下来就是忍气吞声的。对不起，我有点激动。发生什么事了？没事。你闷着只会闷出病，事情没办法解决。我勉强称得上是个朋友，有事你可以告诉我。
今天宇阳帮我妈买气管舒张器，然后正好被他的上司看到了。那个人本来就要找宇阳的麻烦，现在正好趁着这个机会想让医院开除他。你所谓下午有事，就是去求他，有用吗？就是折腾了我一下午，又是让我扫垃圾，又是让我洗车的，总算是答应我可以原谅宇阳了。我告诉你，不要相信这种小人，他们的行径思维不是我们正常人能够理解的。所以我劝你，把这个事情告诉杨董事长，让他跟院长说一声，这个事情才能够解决。叶玲的事情我已经难辞其咎了，我怎么可以再张这个口？我不想再麻烦他们了。剩下的交给我，你去那边坐下。可是没有可是，这上司的命令 ，sit，S-I-T， sit， 知道坐下。了。对不起，我想问一下，你为什么对我那么好啊？我怎么会问这么傻的问题呢？一定是因为叶玲的关系啦。不是，啊？因为你勤奋便宜，一个能够当2个人用，这种员工当然不要浪费了。喂，你这人说话就不懂得修饰一下吗？你就不能说几句，比如说你很善良啊，我被你感动之类的话吗？干嘛老要这样说话嘛？如果你有时间在这儿废话，还不如现在就马上去员工休息室去擦药，免得明天拿同样的借口来骗我的薪水。知道了。Now。蜥蜴就是蜥蜴，说话永远都那么冷血无情。啊，好痛哦！我去包扎一下。贺凡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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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现在应该很晚了，他肯定是回去了。老天爷，如果一切都是你的安排，让我拥有贺凡，我谢谢你。